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敢于尝试和了解自己。我现在当下我是主业副业两手，其实我是很推荐很多在犹豫要不要辞职有比较迷茫的宝贝们去尝试做一做副业的。因为其实就算你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企业非常好的公司和平台里面呢，也很容易养成这种螺丝钉心态。这个心态呢并没有好坏吧，但是会让我们比较习惯性的服从别人的命令而丧失自主性。所以很多在职场上很厉害的人，他们出来创业反倒很容易失败，就是因为这个思维没有从一个打工者转变到创业者的思维吧。从找客户做产品到供应链，每个环节都是自己去跑。这个跟上班对吧，我上班其实是我的工作，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比较有挑战性，但它也仅仅是完成整个大公司的其中一个小的部分，而这个自主性可以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种完全由自己做主的感觉，这个其实是比较反直觉的。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热爱自由的，对不对？但是因为在比如说长期的这种教育系统下，或者说是工作之下，很多很多宝宝其实已经习惯了那种被安排好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与不好，还是要认清楚自己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责任。工作你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其实远远小于创业或者说自己有或者自己经营一个 business 的这种责任。因为当老板，那最终责任人就是你。当工作的话，也许这个责任是这个公司或者说是由老板你的上级来背负的。因为以前呢就觉得把自己最想要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才是最大的诚意。但是后来想想，其实这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艺术家的心态，而不是一个商人的心态。因为艺术家呢，他就是表现自我嘛，但是商人做生意，他是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那如果说卖出去，想要别人买单的东西，还是只是一味的去把自我的喜好强加在这个在这个商品上面，那就其实就是一种忽视了你的客户的需求的一个做法。那如果你都忽视了客户的需求，又凭什么让别人用真金白银？还有一个做副业的好处呢，就是我发现机会会变得多起来。可能以前我的工作机会就是来源于我自己的专业，然后我的这个本行业里面。但是当我开始去做一些副业，然后身边很多朋友他们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就会去邀请我做一些其他事情。那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可能又发现一些新的商机。Hello，欢迎大家回到瑞瑞的治愈频道。
草稿的、随即性的，想说到哪里说哪里的和你聊聊天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给人人一键3连，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我最近一直在尝试去做一些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新的东西。有关注我的宝宝们可能会发现，我前2-3期视频呢，就是会尝试一些不同的主题。在这个创作脚本的过程中，其实我自己是收获了很多快乐的时候，因为创作脚本的时候会尽量想要去做一些有创意的东西。可能我自己本身是那种思维比较跳脱的，所以说创意类的工作还蛮适合我的。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前2-3期的观感怎么样呢？大家会不会比较喜欢这种创意性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喜欢纯人声的聊天的视频？因为那天我在看数据的时候，就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视频的浏览量，发现好像还是仅于这种纯人声的聊天视频的播放量比较高，所以我最
去培养自己的生意头脑。其实我是很推荐很多在犹豫要不要辞职，有比较迷茫的宝贝们去尝试做一做副业的。因为其实就算你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企业、非常好的公司和平台里面呢，也很容易养成这种螺丝钉心态。这个心态呢并没有好坏吧，但是会让我们比较习惯性的服从别人的命令，而丧失自主性。所以很多在职场上很厉害的人，他们出来创业反倒很容易失败，就是因为这个思维没有从一个打工者转变到创业者的思维吧。所以说我是在这方面比较警惕的，因为上班基本上，因为绝大部分人上班基本上就是去被动的完成任务，在主动的去寻找去做副业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要完全的自己去安排你要做的事情，没有人会去给你一个 deadline， 没有人会去教你做什么。那这个过程和我在打工在上班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那么的习惯，甚至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好的去坚持。因为比如说做一个产品，从找客户做产品到供应链，每个环节都是自己去跑。这个跟上班，对吧？我上班其实是我的工作，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比较有挑战性，但它也仅仅是完成整个大公司的其中一个小的部分，而这个自主性可以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很多宝宝们可能会特别想要有自由职业，特别想要创业，因为觉得，对吧？创业自由职业很，就不用听别人一直给你布置任务，可以有比较灵活的时间。但是这些只是好的地方，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种完全由自己做主的感觉。这个其实是比较反直觉的，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热爱自由的，对不对？但是因为在比如说长期的这种教育系统下，或者说是工作之下，很多很多宝宝其实已经习惯了那种被安排好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与不好，还是要认清楚自己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责任。工作你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其实远远小于创业或者说自己有或者自己经营一个 business 的这种责任。因为当老板，那最终责任人就是你。当工作的话，也许这个责任是这个公司或者说是由老板你的上级来背负的。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好坏之分，就是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重点还是看自己喜欢，自己适合哪一种。因为像我是比较喜欢去尝试新的事情的，而且我也是比较不怕折腾的人，所以说现在同时进行对于我来说是我当下最好的一个选择。又说到这个副业呢，它更像是一个生意，我就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门道和学问。比方说我刚开始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打磨产品，但是发现这个东西卖不出去，或者说没有人
觉得把自己最想要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才是最大的诚意。但是后来想想，其实这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艺术家的心态，而不是一个商人的心态。因为艺术家呢，他就是表现自我嘛，但是商人做生意，他是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那如果说卖出去，想要别人买单的东西，还是只是一味的去把自我的喜好强加在这个在这个商品上面，那就其实就是一种忽视了你的客户的需求的一个做法。